整个小区居民的用电都是用这个。那它的发电量能有多少？1.2兆瓦。然后5层楼差不多下来有15米的这个高度，它这个2个大摆锤来回的摆，交叉来回摆呢，在上升的时候呢，它是和那个发电机的那个齿轮它是脱离的，下降的时候它和上面那个它是连接在一起的。然后顶上呢配了个大型的发电机，这个发电机组有1.2兆瓦。你所需要的力是什么呢？你看它这上面只需要30千瓦的电机啊，2台30千瓦的电机间歇式的工作一下。所以说30千瓦到1.2兆瓦，你算算它扩大了多少倍？听说最近有个重大发明，有人研制出了新能源杠杆式发电机，该机安装在厂房顶上，运行时只需要2台功率30千瓦的牵引电机，各自牵拉一个大号摆锤摆动，即可驱动楼顶2台发电机合计输出1.2兆瓦电力，也就是消耗1度电能发出20度电。本来我想无脑开喷，可这铁一般的事实就摆在眼前。而且视频里的老师还对我这样的杠精做出了预见性点评，他们根本不懂这些，要用自己的认知去度量，所以根本就不可行的。既然如此，本期我们就来研究这个装置，希望能提升认知。在一个厂房顶上，我们也安装了新能源杠杆式发电机，该机的主体是2个巨型摆锤，其转轴在楼顶，摆锤则沿弧形托架滑动，托架两侧各有一个牵引电机，负责将摆锤牵引到上指点释放。下落时，摆锤上的齿盘会啮合发电机齿轮，再通过离合器带动发电机的转子旋转。这2个牵引电机可将沉重的摆锤缓慢拽到高点。牵引期间，发电机转子轴的离合器分离，齿轮无负载空转。等到摆锤走到上指点被释放，离合器才结合，齿轮开始驱动转子，让这2台发电机每台发出600千瓦电力。等摆锤走到最低点，离合器分离，牵引电机启动，将无负荷的摆锤牵拉到最高点，于是摆锤不停地耗电、发电交替运行，因此被命名为新能源杠杆式发电机。虽然这新型发电机看着不错，但我却感到困惑，因为常见的康明斯600千瓦柴油发电机，长度4.5米，高度2.5米，宽1.8米，重约8吨。其中的发电机一般有1-2吨重，是个尺寸2米见方的铁疙瘩。视频上看，总重达数吨的发电机竟能水灵灵地放在挑梁平台上，着实令人惊讶。再就是发电机依靠摆锤下落的重力势能发电，而重力是个保守力，或者叫有势力，其定义就是做工和运动路径无关，只和落差有关，因此不考虑摩擦和线圈发热等损耗。摆锤克服重力升高所消耗的电能，一定等于重力下落所发出的电能。而从视频看，摆锤起落滑动速度基本一致，也就是耗电和发电的用时相当，因此发电功率约等于用电功率。所以就算楼顶装2个600千瓦发电机，它们最大输出总功率也就是大约60千瓦。考虑电动机和发电机的效率以及机械摩擦，可以肯定它发出的电都不够牵引电机用的。因此这个发电机的制作者违背了保守力对封闭路径做功恒为0这一基本规律。而在近代也有类似的案例，早在19世纪就有人发现，如果在一个滚轮上镶嵌2列磁铁，从第一排起，每排间距逐渐扩大，镶嵌1周，那么拿一根长条磁铁靠近滚轮，由于长条磁铁的磁力集中在2端，就会对离2端更近的磁铁形成较大吸力，而对另一侧离2端较远的磁铁形成较小吸力，所以磁力做正功推动滚轮转动。可是转到最后一排，吸力达到最强，一旦超越，磁力就会做负功牵拉滚轮刹车，此处便形成无法通过的死点。这说明磁力同样是保守力，在封闭路径做功恒为0，导致滚轮不能持续转动。于是鸡贼的发明家让滚轮带动凸轮，接近死点就将长条磁铁顶起来，等死点转过去再下落继续牵引。可他忽略了保守力的定义，虽然磁力一开始确实做正功让滚轮获得转动动能，但是长条磁铁抬升远离时，磁力又在做负功，将滚轮的转动动能消耗掉。由于机械摩擦的损耗，以至于长条磁铁尚未摆脱吸力，滚轮动能就会消耗殆尽，最后还是卡在死点。这说明在保守力场里，任何沿封闭路径运动的装置都不能自持运行，所以各种各样的所谓自由能源磁动机会巧妙地暗藏驱动机构，以推动转子越过死点。因此所有让保守力对外做功的装置永远只能在视频里运行，